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5.38，收盘价是239.4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1，最低价是在23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20均线值的下方，也在前低的下方。这个前低我们指的是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43。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81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3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强度开始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反弹后的，也就是股价经过反弹出现了回档，那么在回档之后的下跌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经过了一个小幅的反弹，上方是在261这个位置是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跌破了20日均线值，跌破了前面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51，同时也跌破了前低243。那最后股价下方是在236附近遇到了支撑，然后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最低价这个区域进行震荡。那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239.43，也就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那么收盘价跌破了前一个交易日的最低，也就是突破了这根休息 K 线的下线，同时跌破了这根实体长绿 K 线，也就是这根抱有大的成交量的这根 K 线。那么当日的这个成交量是 2.13 亿股。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曾经提过，这个位置是强支撑。强支撑不代表不能够被跌破，而是指它是重要的标志。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进场的这样一个大的量现在都是处于亏损的一个状态。那同时收盘价也跌破了前低243这个位置。那当日我们也会看到成交量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是有头低，下方现在出现了底低，也就是说经过了这几个交易日之后现在股价建立了，或者说我们是认为叫确认了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那么这个空头趋势被建立之后那股价将会有继续这样一个下行的走势。对，好，那么我们说股价如果说是继续下行，目前下方的支撑，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是在234。那234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已经说过，这是一根齐涨的信号 K 线。那么其实我们会看到在
4月4日盘中最低其实也是在234这个附近是遇到了支撑，那么它是一个支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222。那我们说，如果222被跌破，那么我们会看到下方这是底高，上方呢有头高，这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股价继续下行，一旦跌破了222呢，将会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同时，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所以一旦跌破222，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K 线，这是我们说从 K 线信息来看下方的支撑。那么对于目前股价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啊，其实在4月4日啊，这是这一波下跌呢是由于市场的信息造成的这样一个恐慌性的一个抛售所出现的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根 K 线它含有上下影线，说明反弹上方有压力，下跌下方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那同时当日又是抱有大的成交量，所以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那如果出现反弹，这根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中线实际上是在248附近，这是一个强压力。那股价如果出现反弹，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去测试这个位置，甚至是站上这个位置。那股价只有在目前这个位置出现反弹，那么才有可能呢延续这样一个多头趋势，或者至少会继续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对，那么这个反弹呢，我们不排除在出现新低之后，然后再反弹，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不出现新低而直接反弹。对，那出现新低呢，我们认为是不可以跌破222的，很有可能会跌破234，是在这个区域，也就是在230附近出现一个新低，然后再出现反弹。好，那么我们对于这样日后股价的这样一个走势的推断呢，完全是根据目前这个 K 线信息的图形来进行的推断。好，我们刚才把重要的支撑已经说过了，是222。然后呢，上方目前股价要想反弹或者维持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我们认为应该是要在近1-2个交易日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要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呢，在4月7日我们测算是在254附近，实际上就是250关口。好，那当然如果我们出现比较乐观的说，如果股价在近1-2个交易日出现反弹，假如能够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也就很有可能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甚至是向上继续反弹。对，否则我们说如果股价跌破了222，那217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被跌破的。对，好，那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给出的推断。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2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如果是高开高走，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68附近，也就是出现横盘向上，或者是收盘价在279。如果是低开低走呢，我们给出了也是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在
257，另外一个呢是在247附近，而实际收盘价呢是在239.43，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行的收盘价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性质是不同的。我们预测的收盘价仅仅是跌破了这个强支撑251，而实际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也就是确认了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所以我们也仅仅说方向相同，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预测最低点没有到达这么低哈。好，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好，我们看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不变，仍然是217，跌破217，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图形。如果217被跌破，会再次出现底底低。那这样一来，目前呢，也就是说，自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个空头趋势将会被再次确认。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一个走势。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在到达217之前的支撑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了有一个222，同时呢，我们说上方的这个234同样也是一个我们认为也是一个支撑位。好。那么这两个位置如果被跌破，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17的。一旦217被跌破呢，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82，然后呢，第三个目标就是138。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那股价出现下行呢，我们想再补充说明一下，由于市场信息呢造成了恐慌性的抛售，那么我们不排除，我们继续向下推演，如果股价目前继续以这样强势的抛售，或者出现继续强势的下跌呢，一旦跌破217这个位置，那么空头被建立之后，股价会继续下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呢，很有可能182也会被跌破。那么我们从K 线信息上的一个推断呢，这一波如果继续出现强势的下跌呢，我们认为在160附近将是一个支撑。对，也就是目标是要到达这个位置。那当然我们说下方的138有没有可能被跌破呢？那我们要等到股价到达160之后再来去或者说是如果继续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跌呢，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再次跟进这个更新，就是下方的目标位。那总的来说，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这一波恐慌性下跌，我们认为底是在160附近。对，好，这是基于现在的 K 线信息来说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92。那么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了，就是说之前我们视频当中给出的是304和292是并列的第一个目标，但现在因为这个小的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是设在292这个位置。要到达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首先是要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那么20日均线值在254附近，5日均线值在4月7日是在到达了261，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那么这两个位置被站上，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继续的反弹。那继续反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285这个位置，
这根绿 K 是当日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那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对，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要想到达292，实际上上方的压力不仅是数量多，而且是各个压力位的强度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多头力量的进入，股价是不容易出现反转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说不容易出现反转，并不代表会出现大幅的下跌，因为它还有一个，如果有多头力量不能够推动股价上行，那同时呢，多头力量可以保住目前股价的运行的这个区域。我们如果把图缩小之后，我们会看到，那么经过了1波、2波、3波，这个3波的下行呢，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这个位置反弹的幅度是比之前会更高一些。我们仅仅是从图形上来看，那么如果股价不能够突破，也不能够跌破，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震荡。对，好，那这是我们说在到达292之前的几个重要位置，其中261这根 K 线的最高，还有4月2日这根 K 线最高285，这两个位置将会是日后股价反弹的强压力。好，那一旦292被突破，那么股价将会继续沿着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继续向上。那第二个目标就是304，我们把这个目标呢变换一下颜色。好，我们把它304，现在目前是设在第二个目标。304如果能够被站上，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因为这是空头趋势的最后一个高点，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367。好，我们先说这3个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265附近，其实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的附近，但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没有测算到股价会有这么大的跌幅，所以实际的5日均线值比下限比它还要低啊。那么在盘中呢，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所以说呢股价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4月7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236，是这根 K 线的最低。股价在4月7日盘中，如果是在前低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会继续的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出现的一个下跌。对，好，那么如果这个新低的出现呢，我们指的是不跌破222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哈。那么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是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反弹的走势，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好，那这是我们关注236的理由。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31日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这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我们会看到是在出现
止涨信号 K 线之后的回档中。那么这根 K 线的线型呢，我们把它称作叫倒垂线。倒垂线啊，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如果是出现在下跌的底部，那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如果是出现在反弹的高位，那么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所以这根倒垂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于长期而言，它是一个底部，但是呢，对于短期而言，我们会看到，在继前一周出现止涨的信号 K 线之后啊，也就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之后啊，在这个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继续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并且这根 K 线呢，是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其实就是确认了止涨。同时呢，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那么当周呢，又是较前一交易周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所以说呢，日后股价如果是低开低走，跌破了这根倒垂线的最低，也就是236，那么我们说在周 K 线图来说，我们把图缩小，在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做头的。我们会看到上方有一个头、两个头，然后持续下跌，在这个地方经过反弹，假如日后的收盘价跌破了它的最低那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很容易做头。而这个地方如果是被做成头部呢，那么后续股价的下行是必然要跌破217的。对，所以说呢，出现这样一根继续出现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呢，或者叫变盘向下信号 K 线呢，都是预示着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那么股价继续下行的走势，虽然目标是在217，但是呢，如果继续下行呢，这个位置它将是一个强支撑。对，就是这根 K 线最低。那么这是多头目前一定要守的位置，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那么我们说多头呢将会去接下来一个就是182，这是多头接下来要守的位置。好，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倒垂线，那日后如果是出现反弹呢，我们会看到，如果对于周 K 线图来说，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或者之后交易周，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实际上是在285，还有上方的这个292，那么我们会看到这都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同时这还有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日后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92或者285，那么股价将会有一波非常强势的一个反弹。当然反弹的目标呢，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在这个353到360这个区域内，这是股价反弹的一个目标。我们曾经在不是每期视频都说过，在之前的前几期视频曾经提到过，股价也就是我们说预测股价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应该是在350这个位置。那其实我们会看到350碰巧也是周 K 线图当中20均值附近，也是在这个位置。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后续的走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在3月31日当周，股价如果出现上行，收盘价会在295附近；如果是出现下行呢，收盘价是在245附近。在周中，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低是在256。好，那么我们会看到，在3月31日当周呢，
其实股价是在256上方和下方一直在浮动，那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239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和我们预测的245啊点位是相接近的，同时啊性质也是完全相同的，就是都是在五均值的下方。好，那么到了4月7日当周，也就是下一周，我们预测股价如果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55附近。我们先把这条观察线移开。好，255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股价是出现了下行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3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那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前面这根倒垂线的最低，也就是236。好，那么我们来看，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能够在236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的走势，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55附近。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是在236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低位。但是收在低位呢，我们认为股价最低很有可能会到达220附近，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最后呢，股价会被拉抬到周五的时候会被拉抬到230附近。对，也就是很有可能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继续会不能称为继续，就是生成一根像之前这两个一样止跌的信号 K 线。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内进行就是横盘的一个走势，再去选择方向。但是如果是股价在周中我们说如果是跌破了217，那么我们认为不排除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20%的多头仓位。那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4月2日，这根 K 线是在280附近。其实给出加仓建议的时候是股价是在260附近哈。那么我们以282计算，那么这20%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262。好，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过，我们不会给出获利的位置，因为只要这个仓位获利，在这个上方是可以随时可以获利出场的。因为我们的做多的仓位是准备做多的。对，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守243。目前在4月4日股价收盘价是在239.43，跌破了这个位置。那么对于这个多头仓位，我们认为应该是止损出场。对，如果不想止损出场，想承担更大的风险，也可以守222，或者说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可以长期持有。对，我们等待股价呢出现回升的时候，因为在
这个区域内，如果日后股价不能够跌破217呢，很有可能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那同时呢，当时刚刚我们在 K 线信息说了，从 K 线信息上的推断，我们认为如果股价继续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下行呢，这一波下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到达160附近。所以如果想要长期持有这个仓位的话呢，从目前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信息，要能够承受股价到达160的这样的一个承受力。好，那这是我们对这20%的仓位描述。由于我们遵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呢，这个地方已经叫止损出场，所以在接下来一期视频呢，我们不会再对这样的一个仓位进行描述。那好了，如果之前一直是就是说我们给出每一次加仓的位置都是进场的位置，如果是最后一次加仓在这个位置，还有一次加仓呢是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还有一次加仓是在这个位置，不管是在哪个位置最后加仓呢，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251，同时也跌破了243，那么之后进场抢反弹的仓位呢，在这个位置也应该是止损出场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50关口。那250整数关口呢，它其实也是在20均线之附近。那空头现在的目标是下方的222和217。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4月4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248附近。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54附近。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6到261，它包括前高。第四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63到266。第五个压力位呢是276，第六个压力位是285。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236，在这个位置。第二个支撑是从222到217，在这个区域。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支撑，我们愿意给出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是之前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是212。然后呢，第四个支撑是200整数关口，第五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8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这个预测仍然是并列的。因为就是现在呢，是由于受到市场信息的影响股价的走势，我们认为完全是或者说是近期会取决于目前市场的一个情绪。所以说呢，当然情绪的背后是多空双方的一个较量，最主要的是取决于多头力量。好，那么我们给出4月7日的股价走势，它也是取决于开盘的走势。我们先来说下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8，下方最低会到达219，在这个位置。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下行。好，如果股价高开高走，上行，我们认为它应该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会到达234，在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49。收盘价会收在248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